为啥这几天我一翻朋友圈就看到谁又被优化的消息？跟国内的朋友聊天，听说不仅是大厂，连国企也在裁员。现在就业形势有这么夸张吗？有没有谁来现身说法一下？我自己不上班3年多了，身边接触的也都是自己在搞事情的自由人，感觉离裁员、升职、加薪这些话题越来越远。Anyway， 要是你被裁了，我想说换一个角度想，说不定你的人生就要进入新篇章啦。还在打工的朋友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思考一下，离开了这份工作，脱离了这个平台，你能带走的属于你自己的核心技能是什么？这个技能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不是在一家公司工作，都能为你带来收入？我一直在说，想要成为数字游民，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核心技能变现。而目前的很多大公司既不能培养你的核心技能，也没法给你提供锻炼的机会，甚至自己都是在吃老本，朝不保夕。OK， 除非你加入的是鼓励创造、尊重个人价值、追求自由和创业精神的团队。其实这样的团队和公司不仅有，还挺多。我们不要被自己所处的环境给限制住了思维，世界真的已经在改变了。比如我之前讲过的 Gumroad， 创始人就鼓励员工在工资够用的情况下，尽可能少的为公司工作，把时间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创造性的事业中。比如 AngelList 的创始人 Naval 也跟员工说，如果你们未来想创业的话，我肯定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的 highest calling。比如 Netflix 就全员远程办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员工想什么时候休假就什么时候休假，一切都以结果为导向。创始人还写了一本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讲了 Netflix 是如何打破传统的企业管理，塑造了让员工把自己当老板的这种企业文化。还有 Buffer 跟我一样搞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的，应该熟悉这个平台，他们也是全员远程办公，并且鼓励员工去旅行，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和生活。By the way， 可以看到这些更自由、更灵活、更人性化的公司都是互联网公司。国内有这样的团队和公司吗？我还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所以要是你本来也不想一辈子被困住的话，这样的班其实不上也罢，被裁了就当逼自己一把，提前面对生存的现实问题。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全心投入的去探索自己的谋生之路。今天这个视频刚好可以为你提供一个不上班的思路，那就是互联网创业。如果你像我一样追求时间自由、空间自由，此外你还热爱创造，喜欢相对独立的工作，并且享受打造一件属于自己产品的过程，并且认为工作就是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么互联网创业真的很适合你。但是很多人一听到创业2个字就劝退了，有人觉得创业是不是得需要很多启动资金啊？是不是得非常聪明、很有经验，或者说有很多资源才能创业啊？是不是得去读个 MBA 啊？No， 创业不是一个多么牛逼的事情。你摆个摊儿，你也是在创业；你开个火锅店，你也是在创业；你像马斯克一样搞个 SpaceX， 你也是在创业。只是大家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一样的目标而已。当然，我还是希望你在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你都已经不用打工了，为啥还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真的没有必要。我们人的一生最多也就3万多天，当然是要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所以今天我想聊聊互联网创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铺垫了这么久，终于进入正题了。首先，啥是互联网？书面一点的定义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系统。我们平时说的上网，不管你是用手机上网、电脑上网、iPad 上网，我们上的这个网就是互联网。理解了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创业就更简单了。一句话解释，互联网创业就是在网上做生意 ，online business。因为一切都是在网上进行的，你只需要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上网，也就能工作，所以也无所谓你人到底在哪里。这就是通过互联网创业实现数字游民生活的底层逻辑。其实互联网创业跟我们传统的创业也差不多，只是用到的工具不同而已。我来打个比方，传统的线下创业可能是你要去开个店，因为我爱吃火锅，咱们就说开个火锅店吧。首先我起了个火锅店的名字叫栗子火锅，这就是我的品牌。然后我精挑细选了一个好位置，租了一个店面。接着我把店铺装修了一下，差不多这个店就开起来了。接下来我就等着顾客上门消费。这些顾客有些可能就是路过看到这家店就进来了，慢慢的有些人觉得我的火锅好吃，还充了卡加入了会员。结果我这家店越做越好，我又连开几家连锁店，差不多创业开火锅店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吧。那么同理来讲，互联网创业就是同样的一套东西搬到了网上而已。当然咱们要是全线上的话，肯定没法卖火锅了，不过我可以卖一个火锅底料独家配方。同样的，我起了个名字，可能叫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这就是我的品牌。我在网上注册了一个网址，就相当于我租了一个店面。我再设计了一下我的网站，就相当于我装修了一下我的店面。这样我这个基于互联网的火锅底料生意就算是开张啦。开始的客户可能是在网上刷到了我网站的人，也就算是路过吧。慢慢的有人尝试了之后觉得不错，就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或者加入了我的 email list， 跟我说之后有什么新的配方的话记得通知他，这就算是成为了我的会员。
后来我可能开发了新的产品，比如新的配方，我有了越来越多的客户，我的基于互联网的火锅底料生意也就越做越好。这么一类比，是不是感觉很简单了？当然，现在互联网创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就算你这个店面不是一个网站，而是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也是可以的。反正基本的逻辑都差不多。像我们熟悉的这些大厂、这些品牌，比如淘宝、阿里、字节、腾讯、小红书，这些都是互联网创业成功的例子。它都是从一个产品、一件小事做起。不过我想再重申一下，互联网创业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下一个马云或者下一个张一鸣。当然 ，if you want, of course you can。你开个淘宝店，搞个设计工作室，开发一个小程序，都是自己在通过互联网创业。要我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创业。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创造性的工作很快会成为主流，这也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这个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快了，未来的大趋势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或者个体之间按照单个项目进行合作，再或者几个不同领域的 expert 组成一个小而精的团队。为什么说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进程？比如农业时代，大部分人都在下地干活，种大米、种小麦。工业时代的到来，解放了下地劳作的我们，大部分人都进厂打工了，这也是8小时工作制的来源。再然后，信息时代的到来，让我们都坐进了办公室。虽然我们好像有了更多创造性的工作，但是我们依然沿袭着工业时代的朝9晚5工作制，因为依然有很多人是在大厂像流水线工人一样坐在固定的位置，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工作。到现在 AI 已经出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快得让我目瞪口呆。我觉得在未来 AI 可以代替我们现在很多不用动脑子、机械重复的工作。我忘了之前在哪儿看过这样一篇文章，说科技的发展是指数型的，就是说科技越发展，科技进步所需要的时间就越短。比如几千年前，咱们大家都还在玩泥巴，到后来汽车的出现仅仅用了几百年，再到现代社会智能手机的出现，甚至只用了几十年。未来的变化只会越来越快，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必然会发生的，只是我们在看这一转变的过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说不定再过3年 AI 就可以取代所有现在基础的办公室工作了。未来就是把大家从重复无聊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人人都在从事有创造性的工作。为什么说人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创业？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依靠互联网让个体创业的门槛越来越低。咱们就说现在的互联网，甚至未来的 Web3 都会让资源不再集中在少数特定的地方，并且全球性的协作会越来越多，我们大家都可以实现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这也让个体创业的门槛变低了。比如说，你不需要去到硅谷才能打造千万级的科技公司，你不需要去到华尔街才能搞投资，你在巴厘岛的一家咖啡店就能远程操盘所有事情，并且很多创始人自己都是数字游民。还有一个趋势就是个体的收入或者说小团队的盈利能力，并不比我们现在说的大厂几万人组成的团队的盈利能力低。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比如说一个 YouTuber 赚的钱可能比很多几千人组成的公司都多。之前我也讲过，拿时间换钱，比如说打工是不可能变有钱的，所以我们需要利用杠杆。一般来说有人力杠杆、资本杠杆和产品杠杆。互联网没有这么发达之前，很多非常有钱的人都是借助人力杠杆和资本杠杆来撬动更多的财富。比如阿里巴巴的员工就有几十万，这也是人力杠杆的例子。比如巴菲特懂得投资，很多企业想要 IPO 进入资本市场，这也是利用资本杠杆。但是这2种杠杆都是有门槛的。产品杠杆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传统的例子有，比如说你是一个作家，你就写了1本书，但是你可以把这本书卖成千上万本。现在互联网的出现让数字产品快速发展，打造产品的成本变得很低，并且批量生产这个产品的成本几乎为0。如果做传统线下的实体行业，我卖火锅，我每卖1口火锅我都得要投入成本，但是如果我卖火锅底料配方，我卖给1个人和卖给100个人，我的成本是不变的。所以互联网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通过产品这个杠杆去获得财富，再加上传统的人力杠杆在未来可能都被 AI 给取代了，或者说人力杠杆不再意味着你的公司有多少人，而是你的产品有多少受众，你的品牌能够影响多少人。我相信在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去一家公司上班朝9晚5的工作这个概念可能完全被推翻，到时候打工不再是主流，每个人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创业，都是在点对点的满足别人的具体需求，都是在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现在就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在践行这种工作方式了。比如我现在和身边不同的人，就是在就一个个项目以个体的形式进行合作，每个人负责自己擅长的部分。我可以自由的安排什么时候工作，在哪里工作，和谁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个大趋势，大家真的可以观察一下。当然，整个工作模式的转变不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总会有一些行业、一些人走在前面。比如说现在的 Web3 行业，比如说现在的数字游民。那么面对这种迅速迭代的工作大环境，不管是裁员也好，还是说未来即将到来的以个体为形式的工作也好，我们应该如何提前准备呢？很简单，现在就开始行动起来，有意识的去锻炼自己的核心技能，并且学习如何通过自己已经拥有的技能和资源去打造属于自己的事业。之前我出过2期如何打造个人品牌和如何打造个人产品，还有一期关于互联网创业你都能做什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今天的视频就比较偏理论，当然接下来围绕着互联网创业这一系列具体的操作内容，我也会继续更新，欢迎关注。还有，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 ，Web3 的到来，在未来肯定会有很多新的行业、新的职位出现，但是未来大家到底都在干嘛，这还真的没法说。就像你告诉10年前的我，有人会在10年后靠着玩英雄联盟赚钱，或者是说在一个叫 YouTube 的网站发一个视频就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在那个时候我肯定是没办法想象的。可以肯定的是，创意类的工作会取代机械化的劳作，我们一起期待吧。Bye, I'm Chestnut, see you next time.